这天晚上，河北省的一户农民家里，堂屋中央围坐着一家4口人。刚过门的儿媳妇正在发言。既然大圣不说话，那我就说2句。刚才爹说的我都支持，只是有一点建议，希望爹娘能够采纳。儿子叫米大圣，听媳妇说到这儿，他有心打断，但可惜嘴巴不听使唤，干张嘴没词儿。就听他媳妇大凤接着说：我的建议就是，咱家这11亩地，咱们老少2辈人各种1半，这样大家都有事情做，是不是很好啊？这时候米大圣心里明白了，原来这娘们儿是想着让俺爹俺娘下地干活呀，那咋行啊？他们老2口好几年不下地了，现在60多岁了，身体又都不好，这不是让我当个不孝子孙吗？想到这儿，他鼓足了劲儿，就想开口阻拦，可张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坐在一旁的公公和婆婆早已经气得满脸通红，就见公爹老米猛吸了一口旱烟，然后将烟袋锅子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。大凤啊，你过门1个多月了，今天开这个家庭会议呢，本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小2口吃个定心丸。咱家这家也不大，就是这2处房子几亩地，新房子那边你们住，我们住这老宅子，有点存款呢，将来我们老2口把眼一闭，也全是你们的。这10来亩地，你们俩年轻的种着不费多大劲儿吧？再说我有气喘的毛病，你娘她也是个药罐子，你说我们哪还种得了地呀？大凤一听，马上开口说道：哎呀，也是，爹，刚才我说的确实有点草率，让您老2口种5、6亩地可能是多了点，这样你们就种2亩吧，这样既能锻炼身体，也不至于太累，您看行不？米老汉还想说不行，可这时候他老伴马翠花开口了：行，我看行，俺们都是农民，还怕种地吗？累死也不怕，就依着大凤，俺老2口种2亩地。这场家庭会议就这样收场了。第2天下午，张大凤正在家里收拾屋子呢，大姑姐米花2口子来了。米花进屋就指着鼻子骂道：张大凤，你个不要脸的小娘们儿，刚过门几天你就开始欺负公公婆婆呀你啊？说你是打算把老人气死，还是把老人累死？原来家庭会议之后，米大圣心里很是憋气，想跟媳妇说别让父母种地了，可又觉得自己说不过大凤，他就没开口。到了今天上午，偷偷给姐姐米花打了个电话诉苦。米花一听就急了：小弟呀，我说你可真窝囊呀你，这才结婚几天，就让个小娘们把你管住了呀？她说啥就是啥呀，你等着看姐姐我怎么收拾她。放下电话，米花扭头就朝正在切菜准备午饭的丈夫喊道：刘树梢，听见了吧？我娘家出事了，准备一下，下午跟着我回娘家。刘树梢赶忙连声应承说：行，好。大凤听了大姑姐米花劈头盖脸的质问，不慌不忙，将手里的抹布往水盆里一扔，说：姐，你是大圣的亲姐，咱们是最亲的亲戚了，你怎么一来就这么大火气，像吃了枪药似的？来，先坐下喝碗开水。边说着话，拉过来2把凳子放在了米花夫妻俩跟前儿，然后又倒了2碗开水递到了他们手上。姐夫，你们听我说，爹娘的身体不太好，我给他们2亩地种呢，主要是想让他们能够活动筋骨，身体会慢慢越来越好的。好，就算你是好心，那你有什么事儿也得先跟大圣商量，让他做主呀。姐，大圣是你的亲弟弟，你比我了解他，
你三脚能给他踹出一句话来吗？你说呢，姐夫？刘树梢猝不及防，没想到突然问到自己，脸一红，忙说：“这个是啊，我也是那样，要不就只能怕老婆呢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”米花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，也只好领着刘树梢就回婆家了。事情本该就这样平息了吧？没有，米大胜对媳妇让爹娘种地这事儿始终想不通，心里憋屈，就独自出门到北京打工去了，留下大凤自己在家。大凤没办法，就自己一个人种9亩地，累得够呛。大姑姐米花经常带着丈夫刘树梢来帮爹娘干活，实际上不是为了干活，她是不放心弟妹一个人在家，害怕弟弟被人给戴了绿帽子，所以每次从爹娘的地里回来，都是直接到大凤这边来吃饭。大凤也真是不错，无论多么累，总是好吃好喝的招待大姑姐2口子。单说半年后的这么一天，米花和刘树梢照常到大凤家蹭吃蹭喝。饭吃到一半，大凤忽然用手捂住嘴，就往院子里跑。跑出去没多远，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。米花看在眼里，这心中可就咯噔一下子。糟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弟妹张大凤肯定是怀孕了。弟弟半年多没回家了，她怎么还能怀孕呢？不行，我得赶快通知大圣。于是他饭也没有吃完，抓起一张大饼，就带着刘树梢来到他父母的家里。爹娘，不好了，你儿媳妇怀孕了。说完之后，风风火火就回3里之外的婆家给弟弟打电话去了。米老汉和老伴等女儿走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啊，儿子出门半年，儿媳妇怀孕了，这我们老米家是哪辈子干了缺德事儿啊？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急得老2口是原地打转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再说米大胜听了姐姐的电话之后，买了一张长途车票就回了家。家里没人，到田地里一看，媳妇大凤满头大汗，给玉米苗煎苗呢。张大凤说：“跟你相好的人是谁？”张大凤正猫腰低头用心梳玉米苗呢，突然听到半年没见的丈夫如此发问，真是让她又惊又恼。大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米大胜在怒火的燃烧下，嘴也不笨了，把姐姐在电话里讲的大凤呕吐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大凤一听可气坏了，这个大姑姐可是真能没事儿给我找事儿呀。大胜，我心平气和告诉你，我是因为干活太累，又喝凉水得了急性肠胃炎，所以才恶心呕吐的。不信你去问村里的刘医生。等确认媳妇没问题之后，大胜蔫了，但很快又高兴起来，拉着大凤的手就回了家。在家待了一会儿之后，忽然想起来姐姐说好在爹娘那边等着他的信儿呢，于是就跑过去说明了实际情况。听明白之后，老米老2口转怒为喜。哎呀，咱们这一家子可真是老的小的都混蛋呀，多好的儿媳妇，咱还怀疑人家。大生啊，爹娘自从下地干活这半年来，身体都越来越好了，心情也舒畅。看来大凤说的没错，人家让咱种地干活是对的呀。此时姐姐米花一脸的尴尬，灰溜溜的回婆家去了，好几个月没好意思上娘家来。后来大胜也没再出去打工，天天陪着媳妇大凤下地干活。农闲的时候，小2口就到附近村镇的集市上去做点小买小卖。